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没有讲 HSK4的词汇了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习 HSK4这本书，我相信我这一系列的视频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材料。因为在我的视频当中，我会挑选每一个课文当中出现的一些我们经常使用的词汇，用例子来告诉大家中国人是怎么使用这些词汇的。我也会比较一些意思很接近的词语，告诉大家它们的区别，你应该把它们用在什么样的地方。比如说在今天的视频当中，我就会跟大家比较不过、但是、由于、因为、羡慕、嫉妒这几个意思很接近的词语。我的频道当中呢有一个 playlist， 就是 HSK4 词汇，那你们可以点击进去看所有 HSK 每一课的词汇例子和解释。那现在呢我是更新到第10课。我觉得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，积累自己的词汇量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根据我自己学习语言的经验呢，我觉得与其记住一个单词，不如记住一些例句。所以呢，例句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学习了一个法语单词，但是我并不知道法国人是怎么使用它的，怎么使用更加自然呢？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其他的使用方法？那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经历，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视频。老样子，你可以打开中文或者英文字幕，帮助你们理解我说的内容。然后在视频下方的 description 里面，你也可以找到链接来下载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所有例句。在第10课的第一篇文章当中，第一篇课文当中，王静说他上有老下有小。上有老下有小的意思呢，就是上面有老人要照顾，下面有孩子要照顾。那老人的年纪比较大，所以我们说上面；孩子的年龄比较小，我们说下面。你们经常可能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：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压力很大。虽然王静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过他觉得很幸福。不过是一个连词，它表示转折，意思呢跟但是是一样的。那只不过呢，它要比但是更加的婉转，语气上呢没有但是那么坚决。那下面几个例子呢，不过和但是是可以互换使用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他很聪明，不过他不努力。你也可以说，他很聪明，但是他不努力。他的数学很好，不过英语不行。你也可以用但是来替换。我可以帮你去订那个餐厅的位子，不过我不保证可以订到。下面2种情况，你只能用但是，不能用不过。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句子里出现虽然这个词，这种情况呢，你只能用但是，因为虽然和但是经常一起出现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句：虽然他很聪明，但是他不努力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能说不过。第二种情况，但是可以用来连接句子，也可以用来连接短语，但是不过呢，只能用来连接句子。我们来看下面连接短语的情况，也就是说下面这几个情况呢，我们只能用但是。这条路狭窄，但是安静，在这里散步很舒服。
妈妈做了一道简单但是非常美味的菜。她的文章很短，但是很有说服力。在这几个例句当中呢，你就不能把但是替换成不过。王静还说，孩子和母亲让他有了努力的方向。方向这个词既可以表示具体的意义，比如说东南西北这4个方向，也可以表示抽象的意思，比如说人生的理想、生活的目标等等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在森林里走路很容易迷失方向。他朝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。这2个句子当中的方向都是具体的意思。再看下面2句。金钱让他迷失了方向。这个例句呢，跟第一个例句很相似，都是说迷失了方向，但是呢，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在这句话当中，金钱让他迷失了方向，那就是迷失了他人生的目标，或者是他原来的理想等等。再来看一个例句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方向。在第2个对话当中呢，高老师和李老师在讨论关于幸福的话题。那在对话当中呢，高老师这样赞美自己的女儿，他觉得自己的女儿确实不错。确实这个词做副词的时候呢，跟的确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它表示肯定客观事物的真实性。我们来看2个例句。这件事确实不是我做的。他的中文确实比我好。你也可以用确实来表示对别人说的话的赞同。就比如说你的朋友说中国真美啊，你可以回答确实，就2个字，确实，意思就表示你非常同意。第2个对话当中，李老师有一句话我特别的赞同。他说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，不用羡慕别人。羡慕这一个词呢，它是表示看到别人的长处、好处或者是有利条件，希望自己也能有。那可能你们也听说过另外一个词语叫嫉妒。嫉妒这个词呢是贬义的，带有不好的意思。那嫉妒呢，它是表示看到别人的好处或者是有利的条件，不但自己享有，而且呢，有一种怨恨的情绪，就是因为别人的好处而去怨恨别人。那他的这个情绪呢是不好的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，我们先来看几个羡慕的例句。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经理，真让人羡慕。说话的人只是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工作上有好的职位，但是心里并没有对那个年纪轻轻当上经理的人产生怨恨的情绪。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住大房子的人，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打扫。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和奋斗，才有了今天让人羡慕的成就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嫉妒的例句。白雪公主的继母嫉妒白雪公主长得漂亮，最后给了她一个毒苹果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嫉妒让继母产生了怨恨的情绪，所以她想要杀死白雪公主。在第3个对话当中，小夏和小雨在讨论毕业以后的计划。
那小夏想听听小雨的建议。建议这个词呢，在这儿是做名词的，它表示主张、看法。建议这个词同样也可以做动词，表示提出你的主张和看法。那当它在做名词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句。关于学习中文，我想给你们几个建议。你不用给他提什么建议，提了他也不会听的。公司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做动词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用：如果你去欧洲旅游，我不建议你一下子去好几个国家，这样你什么都感受不到。医生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，不要急着去工作。小雨觉得在选择职业的时候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兴趣才是关键。关键这个词在这里呢是做名词的，它表示重要的部分，或者呢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。那你可以这样用：我觉得想要学好语言的关键是要不断练习。能不能学好汉语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动力和决心。去哪里旅行不重要，关键是看和谁一起去。关键这个词也可以做形容词，意思是对事情起决定作用的。比如说，在今天的会议中，我们讨论了一个生产中的关键问题。高考是很多中国学生人生的关键时刻。在第4篇课文当中呢，有人认为经济条件越好越幸福。那这里的条件的意思就是具备的状况，处于的状况。经济条件意思呢就是经济状况。那以前在中国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介绍男朋友，他们会说这个男孩子的条件不错。在这里可以指经济条件，比如说他有房有车，工资也很高。也可以指外貌条件，比如说他长得又高又帅。也可以指一些其他的条件，比如说他的学历，他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的。那在很早的时候，我有给大家讲过中国年轻人的择偶标准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一下。条件这个词，我们再来举2个例子。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。他家条件不好，他连学费也交不起。在这篇课文中还有一个词由于，我想要提一下。那在课文当中他们说由于没钱而不能去看医生，健康也很难保证。那由于这个词呢是一个连词，表示原因。那大家一定还知道另外一个表示原因的连词就是因为。那由于和因为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第一个区别呢就是由于它比较的正式，一般用在书面语当中，因为就没有那么正式了。第二个区别呢是在因为它既可以用在第一个分句，也可以用在第二个分句，但是由于我们常常或者是只能用在第一个分句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你可以说因为下雨，
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家里。你也可以说由于下雨，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家里。因为和由于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第一个分句的开头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连词放在第二个分句的前面，你可以说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家里，因为下雨。但是你不可以说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家里，由于下雨。这就非常奇怪了。那如果你一定要把由于放在第二个分句当中，你就必须在由于的前面加一个是。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家里，是由于下雨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。因为他天天跑步，所以他变瘦了。你也可以说，由于他天天跑步，所以他变瘦了。这里连词因为和由于放在第一个分句的开头，所以都是可以的。他变瘦了，因为他天天跑步。这句话是对的。他变瘦了，是由于他天天跑步。所以你看，在由于的前面一定要放一个是，如果你想把由于放在第二个分句当中。第三点呢，因为和由于都可以跟所以连用，但是由于还可以跟因此连用，但是不过呢，因为就不可以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句。因为我生病了，所以我今天没去上班。你也可以说由于我生病了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去上班。由于他突然生病了，因此不能参加今天的考试。由于今天下雨，因此运动会取消了。由于我很内向，因此我的朋友很少。当句子当中有因此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用因为，我们只能说由于。好了，今天第10课的词汇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，希望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一个赞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